嗨，这里是 Dimi Studio。那我们今天要来测试一款这个25系列的升级套件哈。那前一阵子这个口琴中心的老板就微信联系我说，大明老师有没有兴趣来试一下他所生产的这个升级套件？那这个升级套件包含琴声、包含吹嘴，然后按键就重新设计过。那我就说OK 哦，因为试口琴本来就是我蛮喜欢做的一件事情，去了解一下大家对于口琴的想法，那还有怎么样提升这些原厂琴的性能，所以我也很快就答应他。那但是因为25系列在台湾一直都不是很流行，也没什么人在用，所以我也跟老板明白说，我手上其实就是没有这样的口琴。那老板人很好，他就寄了一把全新的255给我，也就是大家之前看到我开箱影片的这一把2555。那详细的吹奏心得感受，你可以去看之前的那一支影片，就是在全原厂的设定下，它还是有些问题，然后它还有一些吹奏上我觉得不是很满意的地方。好，那今天我们要来把这个原厂的这个255把它拆掉，装到这个升级的套件上。好，那快速的给大家看一下。好，这个升级的套件它的琴声重新做，采用铝合金的材质，然后吹嘴跟按键也重新设计过，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设计会比较像一般的半音阶口琴。好，那它的按键给大家听一下，听起来在没有上任何油的状况下它是有一点声音没错，但这个据我的经验它应该上油就可以解决了。好，然后手感上我也觉得它很像一般的半音阶口琴。好，然后我们看一下程距这个程距啊，它其实是跟一般的半音阶口琴比较类似的，所以未来你在转换成一般的半音阶口琴的时候比较不会有问题。好，那弹簧也把它设计到上侧。那这个形状我第一次看过，因为我从来没有用过这些东西。好，那我们就先来拆口琴，把这支255把它分解一下。好，我们把原厂255拆掉，那我们要把这2块黄板把它装到新的这个升级的套件上。那如果你有去看我上一支开箱影片我有提到说这个黄板呢，其实它的间距是有点大的，然后我有手动微调了一下，但是不是调得非常的精细，就是快速的把它调到我觉得大概是好吹的样子，没有特别的精细。好，那没关系，我们就先把这套黄板装到这个套件上来感受一下。好，这个套件非常简单，把它套上去，它的黄板就会符合这个琴声。好，那我们反过来一样，它这个是从下侧安装螺丝，所以我们反过来把它装上去。我发现它的高音的这个琴声它是有做这个隔开的设计，因为原厂的半音阶口琴它上面没有贴胶片，那理论上你这样做一个隔开的设计会让这个气密度体感上会好一些，比较不会那么漏气。好，那我们就继续安装它。其实我们在做这些升级的套件的改装的时候，对于一般的琴友来说，它并不像是我们这种专业的口琴工作者会知道口琴大概会有哪些毛病，或者是在安装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事情。大部分的口琴爱好者其实就是把口琴拆掉，然后直接装到升级套件上面。好，那所以对我来说，升级套件最重要就是我只要可以装上去就可以用。
好，我不用在那里对齐，然后在那边担心说哪里没有装好就会漏气。好，所以我刚刚在装的时候，我特别用了无脑的安装模式，反正我就装上去，我也不管它有没有对齐什么的，然后螺丝锁上去。好，我们就直接来体验一下，当我这样去安装口琴的时候，这个套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好，所以我现在就是把簧板装上去，螺丝锁上去，好，什么都没有做。好，来我们体验一下哈。这个簧片是，它簧片有一点偏移啊，这个调整一下。好，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它现在是什么状况。好，试一下。我觉得这个状况蛮好的比原厂的这个255的状况好非常多。然后按键我也觉得是顺的，按键我也觉得是顺的。好，那我们继续把这个盖板装回去。在音色的感知上我觉得盖板也是带有蛮大的差别的不同形状的盖板啊，材质或者是它设计的这种开孔的方式都会有一点音色上的改变所以我也蛮鼓励大家去多方尝试不同的盖板所带来的音色变化你可能会有一些有趣的发现好，这个果然它在盖板跟吹嘴结合的地方，我觉得没有很好。就是它有明显的有一条缝隙啊。好，然后按键的部分我们上点油好了，我觉得这个声音应该可以再小一点。好，顺便给大家看一下按键的吹嘴组。好，吹嘴的部分，然后按键，哇，这个确实是有点干涩哈。然后底下的这个垫片它做的很厚，然后再来是琴身的部分。好，所以它的吹嘴是按键组是3键的哈。好，那我拍个照，记录一下这个东西。好，拍照一下。好，哇，这个如果要用我做手工琴 Laylaps 的经验来说，我觉得这个盖板的跟吹嘴的结合数当然可以更好，因为它现在安装上去其实是有一点缝隙的。那这个缝隙我觉得对于一般的琴友，我觉得不是什么问题就是一般的爱好者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不太会有人吹到很后期，就是你开始吹到一些和声变化啦，困难的音阶你还在用这个255系列不太会有。大部分的人还是就是在初期体验半音阶的时候会用到，那之后你可能就会换口琴或升级换口琴。好，那我们先上油，先把这个按键的部分处理一下。好，那你可以看得到这个按键它在按键头的地方有一个特别的设计这个跟原厂的半音阶口琴不太一样。好，那在尾端的地方它也是有一点凸出来的设计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到凸出来的设计。好，那这个设计其实是可以减少摩擦力的减少按键在两侧的摩擦力。那理论上它是可以让按键变快变顺，然后声音可能可以小一些。好，那我们继续把它安装上去。好，上了点油。好，那这个按键的设计跟安装方式就跟一般我们的常见的半音阶口琴是一样的。
好，所以就不特别说明了哈，一模一样的安装方式，然后上油的方法也是一样，我们把它装上去。然后因为我刚刚看到盖板有一些弧度上的问题哈，但是我不太确定是这个原厂的盖板的问题哈，还是就是它原本设计就没办法做到非常密合。好，所以我们没关系，我们先把它锁紧看看。好，目前所有的工厂琴包含 Suzuki， 包含 Honor 其实你只要是盖板跟吹嘴分离的这种，在很多状况下都是会有一条间隙的。那这条间隙会造成你在吹8度或者在吹一些多孔喊法的时候会漏气。好，所以渐渐大家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大家在设计新的口琴跟做新的口琴的时候有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好，但是这把琴它就是入门琴，所以它盖板的弧度就不是很好，所以它自然就没办法贴合到吹嘴的地方。好，试一下。哇，好，按键声小非常多。好，就几乎没有了哈。我的录音器材在我的正前方，好，我就在这个录音器材前面按按键，几乎没有这个按键声了哈。好，我觉得撇除它的簧片设计的关系我觉得它的按键跟吹感就是已经比原厂的255系列提升非常非常多。好，所以你可以感觉到我刚刚在按按键的时候是明显有比之前的那个开箱影片更顺的。好，然后我现在有点没办法确定。它是因为我刚刚随意安装，所以它气密度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好。好，就是当然已经比原厂的255系列好很多，只是它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还是因为这个簧片啊，它设计的距离是比较远的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觉得它的反应速度是比较慢的就是你可以感觉到。你吹的时候跟簧片反应给你的这个速度是有一点差别的就是没有很及时，没有很及时。好，我们先把这个拿掉。好，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看一下就是总觉得它的簧片稍微慢了一点。看一下，好，没关系，我来做一个实验好了，因为我刚刚有发现它的簧板切的地方它其实没有切得很准就是它有一点点凸起来，我看一下是不是因为那个凸起的地方造成它的气密度没有我想象中的好就是簧板在切的时候，我们看一下。那等一下我要打磨簧板凸起来的部分所以这个我不确定一般的琴友你敢不敢做这件事但是没关系，我们就试一下。好，
就是簧板的前端会有一点点凸起，然后这个地方好像也是对，没错，这个地方蛮明显的就是你手摸下去的时候，它会有点刮手感。我们打磨一下。好，我们再把它装回去试试看。好，因为我之前在改装口琴的时候，我有遇到几把的270其实蛮明显有这个问题的。就是你的簧板并不是前端或左中右并不是很平整，导致你锁上去的时候不平整的地方就会翘起来，它就会漏气。这个问题我觉得在 Hohner 的琴上面是有几率会发生的至少我自己就磨过了2-3把，就是翘起来簧板的边缘翘起来的270。好，那我们试着再装回去，感受一下看有没有差别。哎呦，好像好一点哦，感觉比较正常。好，这个声音感觉比较直接了比较不会有迟钝感。好，我们继续把它锁完。我通常不会一次锁完的主要原因是，有时候你光先锁中间，你就可以感受出来，就是这个簧板有没有装在正确的位置上。好，然后把盖板装回去。这个盖板我还是不太满意它的弧度，感觉它弧度有点怪怪的，有点怎么说？好像会对簧板就会有点撑开啊，它会刚好塞在这个簧板跟这个升级套件之间的缝隙，然后会让这个怎么说？会让这个会让这个口琴好像变得有点漏气，因为我刚刚在拆的时候就发现它塞进去了。好，这个盖板感觉不是很，声音装上去之后感觉不是很直接啊，就会有一种声音比较遥远的这种感觉。好，我们先装上去感受一下。对，明显装上去之后声音就软掉了我觉得如果要再好的话，我觉得说不定连这个盖板都要换掉，不然它就会是这种比较软的音色它好吹没错，但是它声音软软的。好像这个哆西拉这附近。好，它的这个整体的口型的音色调性它是属于比较偏软性质的，所以你会发现，刚刚我在吹这个探戈类的曲子的时候，
会发现它瞬间吹下去的这个力道是比较不足的。当然气密度啦，然后演奏性能，我觉得都在中等以上了。但是这把琴，或许我可以说是这个盖板装上去之后，整个声音就会有点软掉的感觉。就它变得比较没有那么的有杀伤力，那也比较没有那么怎么说，比较没有那么有力道啦。好，那这个就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就是盖板跟吹嘴的这条缝隙啊，这条缝隙有点太大了，这盖板吹嘴结合的这条缝隙太大了，所以在吹奏8度的时候会感受到有漏气，就是气会从这条缝隙漏掉，所以8度就会听起来又更比一般的口琴听起来又更虚了，更虚了。然后好，我们试一下流行歌好了，或者是一些抒情的。好，我觉得他在吹多孔的时候是非常非常舒服的哈。好，那我们今天简短来帮大家做个结论哈。好，第一个就是我觉得他的吹嘴改动是体感上非常非常明显的哦，就是你在吹奏多孔喊法哦，或者甚至我们简单一点说到单音的时候，哦，这个吹嘴都可以比明显这个 Hohner 原厂的这个琴声更顺，明显更顺，明显更顺。好，然后它也改善了这个原厂琴声恐惧太大的问题，就是你会容易漏气漏到别的孔，所以它也改善了这个问题。然后按键部分我觉得非常好，就是很顺，然后没什么声音，然后这个按键的感觉就跟大多数的半音阶是一样的。好，所以我觉得吹嘴系统非常非常棒，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好，然后再来是琴声比一般的原厂琴声更重了一些，更重一些，但是我觉得它不是什么负担，就是你还是可以把它带出门的这个重量。好，然后整个升级套件装上去之后，气密性会有所提升，那你的身体是会感受到这件事情就是提升，那带来音量上也会往上加一点。然后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就是嘴型感知能力不够好的问题，换上升级套件之后，我也觉得比较好。当然，我觉得它还是不够好，但不过就是有比较好。所以你花一点钱，你可以让你的这个255系列的257啦、253系列这个琴可以变得好像比较好吹一点，我觉得也不错。好，那对我来说，我现在还是比较在意的，就是我觉得它的盖板装上去的音色我没有很喜欢，就是偏软，然后它的结合的地方可以明显感受到结合的不够好，盖板跟吹嘴结合的不够好。好，那整体而言，如果你刚好是有一把25系列的口琴，257啦、255啊，甚至是253，好，如果你想要升级一下你的半音阶口琴，那你又不想花太多的钱，那你可以联系老板去买一个这个套件回来装，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然后那刚好如果你又喜欢这个比较温柔一点的音色的话，我觉得这样的改动我觉得是非常 OK 的。那对于新手来讲，如果你买了一把25系列的琴，那你想要直接舍弃原厂的琴声的设计，想要有一个比较像
大多数半音阶的样子，所以你买这个套件来装，我也觉得非常 OK 哦，非常非常 OK。好，那接下来我就会花一点时间来带这把琴去教学，然后体验一下。好，那之后陆续有什么样的心得，我们再来跟大家回报。OK， 那这里是 Dimi Studio， 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